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你在他的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在验证牌地方，你觉得你自己在他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存在的位置？以你自己本人，你觉得？好，妍妍为大家所抽到的第1张是钱币皇后。好，那钱币皇后的话，在这边意味说，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在他的心里面的话，是一个可以一起合作的伙伴，或者是说可以一起合作的对象，或者是说两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会觉得其实对方会想要去依赖你，或者是依靠你，或者是对方会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他会感觉到有自在，或者是轻松，又或者是说是比较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所以你会觉得两人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基本上呢是不会有太多不好的感觉跟感受，因为以你自己来说，你会觉得你是了解他的，你会觉得你是比较能够知道他怎么想的。那当然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认为或许这个人可能会有点难猜，或者说有点难以去了解他真正想要干嘛，或者是说对他的个人的私生活的部分，你觉得你并没有那么的了解。不过以大部分来说，你还是会认为其实自己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会感觉得到，或者说你是能够容易猜得到他心里面真正所想要的是什么。不过当我们看到这一张可爱的猫咪的牌的话，似乎在你们俩之间目前的现在关系的状态来看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其实对于这段关系依然呢，还是抱持着一种担心、担忧，然后会不知道该如何去经营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不晓得该如何去让这段关系可以更加的靠近、更加的贴近，或者是不晓得该如何和对方会有更多相处的机会，或者是可以去更加了解到他个人的生活的地方。因为你会觉得，其实这个人好像偶尔会找不到他之外，你会觉得他的个性有时候是蛮多变的，或者是他常常会有一些你所他可能表现出一种不为人知的一面，或者是说当你越想要去了解他的时候，他就反而会有一种越想要躲起来的样子。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你在他心里面的那个位置的话，至少不会到太差，会算是一个蛮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至少算是一个蛮了解他的人，然后你会认为其他对待于你的态度，对待于你的方式，也不至于会让你们觉得他好像对你们是有所保留。当然有所保留，你会觉得在他可能消失的那段期间，你会觉得他好像不知道又干嘛，或者是说他又好像整个人又不见了，或者说他整个人好像又开始变得是让你觉得不好去掌握，可是没有到让你觉得说你完全不了解他这样子心慌的状态，只是你会觉得这样的他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古好奇的感觉，或者说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这个人更进一步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好，来抽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正义哈。好的，那这边的话呢，似乎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来看的话，
刚刚我们提到说嘛，这样你跟他，你觉得你在他心里面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朋友。那如果说当真的要再更进展到下一步的话，或者是说会很希望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得到点什么，那你们其实会很难可以再往前，或者是说比较难可以得到，你们真正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关系相处的模式。因为似乎其实在你们两个人双方之间的关系里面，其实你很努力的想要去融入他的生活，并且你也很积极的想要去跟对方有更进一步的接触跟相处。可是在每一次你想要再更进一步，或者是说在你每一次有主动的发动攻势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跟他的过程里面，对方好像其实会有一种阻挡、阻碍，或是让你们感觉到并没有到那么的舒服，或是会让你们觉得其实自己会有点不太了解他，甚至会有一种他不想被你们了解。可是当你们过程里面，他又不太愿意讲出太多他个人明确的感受，比如说他不喜欢这样，他希望说两之间是保持一点距离，或者是说会希望两个人不要有那么多的太过于亲密接触的互动。所以你本身在对于这个人，你心里面会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说你会希望他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不想要，他可以直接说他真的不希望有更多的相处，或者说不希望你采取攻势，他可以直接明讲，不要好像每一次你前进他就后退，然后当你可能想要再了解更多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是整个人生气，就是也不太愿意好好讲话。因为其实对于你来讲，你就算再怎么想去认识这个人，但你也不会因为他怎么样，或者是说你就不想要这段缘分。其实你对这段关系的话，你没有到那么的执着，你也没有到说非这个人不可。那当然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再努力看看嘛，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再试试看。就是说对这段关系你是没有任何的设限，但是你也会希望说对方他也不要那么坚决的去拒绝，或者是说那么坚决的去不想要接受你们这段关系你的任何的好。那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人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除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付出上面有严重的失衡之外，那经常你也会认为在这段关系里面，当你每一次想要更加靠近的时候，反而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你会有点拿捏不准，或者是说你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和这个人更多的互动，或者是说你要该如何去更加的了解他，因为他只能就是选择消失不见，或者是他选择就直接生气。可是当如果说你真的很希望可以坐下来好好讲聊的时候，反正对方可能会有点就是说那种逃避呀，或者是说退缩，或者是会有一点不太愿意直接去面对于你们关系中让你觉得比较困惑的地方。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直接的，对，也是直接的明确表达出来，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没有那么执着。或许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你蛮执着的，可是在以你自己的角度来说，你就会觉得其实你也没有到那么执着，只要他好好的讲，好好的说，那任何的事情其实都很好沟通。或者是说在对于这段关系这种态度的话，你也不会想要去那么的说非他不可。你会觉得其实现在你应该还是能够轻轻的放下，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里面，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依然呢，看起来还是你会觉得比较像是朋友的状态比较多，甚至可能会有点难以去进入到他的生活圈。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可爱的慵懒的猫咪们哈，一只啦。好，那这边的话抽到的是太阳牌。好，那太阳牌的话，这边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对于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其实在他心中如果说对方曾经真的有跟你说，我们可能适合当很好的朋友，或者说我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很快乐、很愉快，或者是说很轻松、很自在，那你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依然是觉得，其实自己对他来说还是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者是说会觉得其实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还是会感觉得到
你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对他来说其实算是一个所谓开心果，或者是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那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对方也不至于到处会完全的离开你，或者是说讨厌你，或者说不想要跟你有任何的互动，或者是说任何的接触。所以在这段缘分里面的话，你会觉得其实你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把握吧，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其实你对这个人来说依然是很重要，就是说不会那么轻易的能够去断联，或者说也不会那么轻易的能够被对方给就是不理你这样子。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如果说你们是属于同事啊，或者是说共同生活圈的朋友，或者是跟金钱上有往来的关系，或者是说他是你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之类的，所以你会觉得其实两之间关系缘分还蛮深的，然后并且这段关系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保持联系，因为也没办法完全的撕破脸。对，只是在关系中的进展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蛮担心，因为看不到未来，所以你会比较不知道说到底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真正是什么。但如果说撇除掉这些以外的话，其实在关系里面你会认为其实对方算是蛮依赖你的，然后对方所对待你的态度的话，不会让你觉得他讨厌你，只是你会有点怀疑说他是不喜欢，就是没有感情上喜欢，但是不至于到讨厌你的这个程度。所以在你的心里面的话，目前现在你还是依然呢是抱持着一种，如果说可以的话，是不是能够再有更多的进展的机会？你会有这方面期待，但是你也不太敢有太多就是一定会怎么样子，或者是说是不是有明确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你还是会期待想要继续努力看看。好，那这如果说验证牌是有符合到你目前呢，对于说他在你你在他心目中的这个位置的想法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宇宙所想带给予我们的讯息吧。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看你在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好，那妍妍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那这边的话，所为大家抽到的第一张牌呢，我们这边抽的是皇后。好，那这样的话看来似乎你们在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那我们第一张牌因为抽到皇后嘛，所以代表着说，在他心中你是一个总是会能够照顾他，照顾到彼此的心情，或者是说你会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变得更好，那你就会付出你说的一切。不过因为当出现皇后牌又代表着位置的时候，那当然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那或者也可以是说，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你们给予对方足够的安全感，满满的关怀，满满的感情，或者是说为了这段关系，你们付出你们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希望让这段关系可以有一个明确，或者是说更好的进展的方向。可是呢，却也可以知道说，这段关系里面也不见得代表你其实是快乐的。那当然，如果说对方所对于你的方式，或者说对方所给予你们的回馈，又或者是对方所为了这段关系所做出的任何的努力跟付出，如果说是能够也一样让你感受到有一股归属感，或者说一样让你们感受到有一股安全感，或者是他所做出的任何的一切都是能够去帮助去推进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那对你来讲就觉得这段关系其实付出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也都是有机会的，那你会觉得也是无所谓的。可是呢，当出现女帝牌的话，洋洋会觉得更加认为说，这段关系你们的角色在面对他的时候，你们经常感觉到有一股很心累、难过，然后会有一种失望跟失落。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是因为你会认为，其实对方有的时候他真的没办法给予你所想要的那一种的感觉，信任感、安全感、归属感，或者是说在更多进一步的感觉。那反而比较像是你不断的给他，他需要什么你就给他，你能够给他什么，他可能都会跟你索取，跟你要，那你也是不断的给他。所以这段关系里面，经常你会感觉到有一股是失衡的状态。那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会有点算是
完全啦，应该说几乎是没有意识到你失衡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说你为了这段关系你们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或者说你们为了这个人你们想办法想要去付出所有的努力，所以其实你们经常会感到有一种孤单的感觉。那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又不会去认为说你们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一开始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去顾虑到你，但在随着你每一次委曲求全，每一次去安慰他的时候，他要开始渐渐的、逐渐的又固态复萌，或者说他开始就去忽视掉了你们原本在这份感情里面，你们也是需要被他给照顾、被他给关怀，或者说他的任何的爱意。所以呢，你们可能有一部分人为了这个人，有可能你们真的付出了太多的时间、金钱还有心力，你们的疲累、你们的痛苦，他一开始是感觉到的，他一开始也都是知道的，可是久了之后，他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会觉得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都是他应该所得到的。那也会蛮恭喜你们，就说你们为了这个人，其实你们真的做了很多，让对方感受到有那一种在情感之中最纯粹的那一块，或者是说最纯粹的那一面，最向往就是人与人感情之中最向往的那个纯洁的那个部分，你们真的给予对方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的感觉，那也让对方感觉到是心里面非常的窝心，也非常的快乐。对，但是很明显就是说，你们就是一直是主动付出的那一个，那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你会觉得很疲累、很痛苦的样子。好，我们来为大家抽一下辅助牌第一张。辅助牌第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力量牌。好，那力量牌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这个状态的话，本身以他的角度来说，或许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像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角色，又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因为有你的付出，所以双方之间呢才可以一直延续着，或者说维持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本身对你们来讲，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许并不会是你们所想要的，所以呢，他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说，对于你们这份感情，他如果说真的没办法给予你们想要的话，那他会给予你们他所能够给予你们所要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部分。例如说，像是两之间如果真的只是一直都维持在朋友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难到进展的话，那他可能也明确知道你可能对他有好感，或者是说你可能也真的希望这段关系有个明确的进展，或者说有个名分，那可能会选择没办法给你这些名分嘛，那就可能选多陪你啊，或者说陪你聊天，或者是你们之间的讯息他会比较快回，或者说他会比较去在乎你们的情绪。因为呢，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他觉得他应该有义务必须要去安抚你们的心态，或者说他也觉得他必须要有那个能力去扛住你们的这段关系里面你的各种情绪，或者说你各种的状态，或者说那样的一个心情。对，因为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也真的没有打算说真的要去为你们这段关系去做什么样子在明确关系中的一个进展，所以看到说这个是一个男人站在一个狮子的旁边，会跟我们一般韦特的力量牌会有点落差，所以就会明确知道说这个人他觉得只要待在你身边，或许你就会安静了，或者说你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的汲汲营营的一定要去要求说这段关系是一定要有进展的状况，或者说会希望说这段关系要有一个明确的进展的方式。对，那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话，看起来以他来说是没有打算说要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这样的趋势，比较像是说维持在现在的这样的状况而已。所以当你们越希望说关系有所进展的话，其实对方的态度越会让你们感觉到有一种他好像无所谓的样子，或者说他好像真的没有打算要为了这段关系多做点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他就真的只是默默在你旁边，那就很像那个狮子一样呆萌的，只能待在原地看看说他要付出行动了吗？他有没有为了我做什么呢？或者是说他到底为了我们这段关系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所以反而是在你的角度或者说你的身份之中的话，很难去看到说这段关系是不是会有让你想要的
那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其实你的心里面的话是有一股疑惑，或者是会觉得有点孤单，或者会让你觉得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女帝，你看又是女帝了，所以表示说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所以呢，以他的角度来说，你看我们的这边都出现2张的女帝牌、皇后牌，所以表示在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付出的太多了。然后他也知道说你们真的付出很多，但是呢，就像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嘛，妈妈对小朋友的话，小朋友怎么会去认为说，妈妈的付出是他付出他倾注的一切，他可能也需要被别人给照顾，被别人给关怀。如果说是一个比较不懂事的小孩子，就觉得这个付出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对待，你只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对这段关系付出而已。那我对于你的话，我也会用我觉得好的方式去对待于你们。所以不得不说，你们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你们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确实以他的角度来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方式呢，是能够给予对方一个非常大的安全感，并且是能够让对方非常的依赖着你们，或者是说是能够让对方非常的去在乎着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没有错的。你们所做出的任何的付出，任何的一切，也确实都有符合到他心里面所渴望所拥有的。可是也会因为你们真的做了太多超出了你们的承受的范围，或者是说已经到有点失衡的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在这段关系里面，很明显的你们是孤单的。那他也觉得你们付出的一切，他也渐渐的感觉到是一种你应该就要这么做。如果一天你真的没有那么做的话，他反而去指责你说为什么你没有那么做，或者说为什么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但他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说，你所对他体贴，你们所对他的付出，真的是你们所想要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们因为爱他，你们因为喜欢他，或者说你们真的很在乎他，所以你们才愿意退而求其次，或者说你们才愿意去做退让？所以反而看起来就是说，虽然牌面上的讯息都不错，对，你看我们都出现的是大牌嘛，然后又是女帝牌，那确实很多的塔罗牌书也会说，这段关系有多好，有多棒，那你们可能给予对方蛮多的安全感，或者说对方有多依赖着你们，没有错。但是我们有想到人性的另外一面，当你越去依赖着彼此的时候，那是当自己就有可能会去忽视掉了本身这段关系里面对方所做的任何一切，其实都不是他应该做的，其实都是因为对方在乎你、爱你，才会愿意呢去委曲求全，或者说退而求其次，或者说为了让这段关系有一个好的方向、好的发展，所以才愿意呢去让自己的角色去退到说成为是牺牲的那一个，但却没有意识到说牺牲的那一个其实也需要被别人给呵护，被别人给关怀，或者说被别人给照顾。所以这段关系里面之中的你们其实算是相当孤单，也相当寂寞，但是呢他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这个付出事实上是真的你们所想要的吗？因为如果说像关系，如果你们真的已经确定的话，可能对你来说会觉得没有差，没有关系，但是应该久了你还是会觉得有点心累。可是最尤其是如果你们真的吵架的时候，你常常会问你们自己，或者说会怀疑自己，我是不是做错什么，或者是说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去体谅到他，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说，其实这段关系里面的你本来就没有真的要去做这么多事情，你反而也是需要被他给关怀的。对，好，然后把这个牌，这是第一趴，因为其实看起来落窗女帝牌基本上是蛮不错，表示目前关系如果说真的要有进一步发展的这个迹象的话，几率是蛮大，没有错。但是你们要意识到说，如果说真的有一天交往了，他对你待你们方式也是一样的话，那真的会是你们所希望拥有的吗？不过至少可以看出来对方真的蛮依赖你们，这是一个毋庸置疑，也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实。对方也确实很喜欢跟你们相处，很喜欢跟你们有互动，或者说很喜欢跟你们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的这个想法。可是在实际上真的要有进展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好，来为大家抽一下第二张。好，第二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太阳牌。
好，那这边的话，太阳牌看很特别，它有人就是哭着一滴泪嘛。好，那本身如果说是以太阳牌的意思的话，在以心目中的那个存在呢，比较多有可能是偏向于说像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角色，或者说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双方之间可能蛮适合当非常要好的闺蜜啊、好哥们啊。那如果说你们是已经在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那你就可以很放心，就是因为这样关系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一个他的开心果，或者说他觉得其实跟你相处在一起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觉得很幸福、很快乐，所以他很喜欢跟你们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互动。但是如果说真的很希望说一定要往情感方向走，你们又是单身的人，单身状态，然后跟对方是高度暧昧的话，其实以他角度来说，会比较倾向于说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朋友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交往中的就是你们俩之间关系是非常明确的。那如果是单身这种朋友暧昧的话，那就表示这段关系呢是你们不会想要的朋友之间的关系。那其他的角度知道说，你们所做的任何的退让，所做的任何的一切，你们其实心里面付出了非常的多，然后也为了这段关系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这个想法，他是非常清楚知道的。可是在这段关系之中，想要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因为他没办法给予你们你的难过、你的失望，或者说你的无奈，或者是你在对说这段关系里面，你们觉得很孤单寂寞的这一个部分这一块的话，他会觉得，因为他没办法给予你这么多，所以他心里面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也是知道的。但是反正在这个痛苦或者说在这样的状态之下的话，他却没有想要再去给予你们更多的关怀，或者是说更多的照顾。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这段关系，你们会常感觉到说，他会有一点的逃避的状态，或者说他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去刻意跳开你们俩之间的话题，或者说有些的讯息的内容，他会选择性去回复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缘分的话，就是比较没有想要再更进一步的想法。可是至少如果说我们撇除掉关于情感的部分，撇除掉关于在情感中要建立关系的这个状态的话，只要是你能够愿意跟他当朋友，或者说你愿意呢不要在一起就当闺蜜这件事情的话，他是非常愿意的，他是非常乐意的，他也是会想要让这段关系有这样子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情形。因为本身你们这段关系里面对他来说就是相当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熟悉的感觉，或者说能够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或是说会让他感觉到比较是能够做他自己，他也比较不用去担心太多两人之间关系里面他要再去改变什么，因为可能都是你去迁就他，或者说也都是你一直去为这段关系付出任何的责任，或者说任何的承诺。那本身他在对这段关系中的承诺的话，很有可能就真的也比较少。对，所以两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话，看起来呢是有点失衡的状态啦。因为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他的心里面虽然你们是像太阳般照耀的闪耀着他，可是太阳有时候也是会被乌云遮住啊，也是会有情绪里面需要被整理的地方。好，也要为大家抽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我这边抽到的是圣杯2，好，因为蛮恭喜你们。圣杯的话，你看这两个人虽然抱在一起呢，可是却没有亲嘴，对不对？所以就表示说，其实俩之间的关系永远都会只差临门一脚，永远呢就会停留在原地而已，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再更进一步。那但这边就可以知道说，很明显就是如果你们俩之间真的是属于那种就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暧昧之中的关系的话，那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要知道最近会不会有进一步发展机会，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在第2趴嘛，要看到第3趴最后1趴到底对方是怎么想的这样的关系。那只是如果说以这样状况来看的话，最近的你们应该还是会维持在这样的一个暧昧的状态，会持续还蛮久的。就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啦，还不会那么快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如果说你们真的之间是有牵扯到什么样的利益关系啊，或者是说牵扯到关于任何你们双方之间利益的事情的话，就要小心，就是其实这个人可能会稍微有点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会希望说你可以去为他多做点什么。
那如果说真的都没有的话，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在接下来的进展跟发展的话，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呢，有很明显的就是，对方除了会对于你们有那一种情绪上的勒索之外，会希望你们可以为他再多做点什么，再对他付出点什么。然后最近的话，你们应该可以得到对方很多的关注跟关怀，对方可能会愿意多跟你聊天，多跟你互动，或者是说多跟你有更多那种暧昧，就是会继续持续在那种暧昧的状况之下。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是属于本来就在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这段关系在最近呢，还是会依然维持在现况。你们要说再更进一步发展的下一步的话，看起来是比较没有，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和对方交流，或者说多和对方互动，多给予对方更多的信任跟安全感，可能才会比较有机会。这段关系是有在明确的进展的可能性，要不然基本上最近的话，还是一样会停留在原地，比较难再更进一步。所以至少你们在对方心里面那个存在的一个地位的位置是蛮重要的，是熟悉的，是想要跟你们更多互动的，然后想要多了解你们的，会想要在希望你们可以陪在他身边。可是圣杯二的话，他本身也不会想要为了这段关系去做负责任了。对，只是他会希望说两人之间是可以亲密无间，是可以有亲密上的互动，或者是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呢是能够维持在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好感，就是他不希望吵架，也不想要有太多的不好。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好了。好，第二张我们抽到的是宝剑三。那宝剑三的话呢，在这边可能就会有几种意思。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也换你们会对他情绪勒索。第二个就是有时候你们可能会为了这段关系，你们会稍微有点想要逼他去做决定，他觉得蛮痛苦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有可能在最近的话，他的日常生活中应该是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外在的因素，所以导致说让他心情上面是蛮郁闷的，他就也需要你们去对他有更多的关怀跟照顾。那再下一种的话，就是有可能这段关系里面呢，你们有的时候或许会对他说出一些他比较不喜欢听也不想要听的那些话，或者说逼他想要去做决定，所以因此呢会让他觉得可能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然后再下一种的话，就有可能在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呢，他有时候觉得要去顾虑到你的情绪，顾虑到你的心情的话，他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对，所以看起来似乎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对他来说，你们存在算是喜忧参半，因为他就只想要跟你们继续维持在现在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们又希望说这段关系是可以赶快有一个下一步进展的明确的结果。那对于他来讲，可能这个部分就会有点困难了，或者是说可能就会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于你们。所以当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要在更多的进一步的这个机会的话，是不容易的啦。对，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本身对待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感觉，目前看来就是真的只想维持在现况。对，那你们的位置呢，确实会稍微影响到他的所有的情绪，或者是说会让他真的去蛮在乎着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模式跟方式。可是这个模式的话，却也不代表说会真的想要有什么样的改变。他只比较希望说，就真的维持在现况就好。两人之间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维持在一个互相聊天啊、讲话啊，或者是互相了解彼此，然后去安慰着彼此，然后互相照顾彼此的心情，这样就好了。在关系上的承诺的话，目前牌面上也没有相关的讯息，比较多就是维持在目前的情感的状况。好，亚兰为大家收起来。好，亚兰为大家抽下一张，你在对方心目中的位置是如何呢？好，下一张的话，我们抽到的是这边的话是英雄，好 ，hero 英雄。
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看起来表示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他也没有想要去，他希望说这段关系啦，就是说维持在现况，然后继续让这段关系往下走。那对于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结果的话，目前是没有打算说要去做一个设限，也就是说，只要你如果说未来是有真的符合到他心里面所想要的话，那么他本身也不会太过于去排斥呢。本身对于说这段关系里面，他可能真的所认定应该要发展的那个样子。所以其实或许啦，你们本身这段关系以他角度来说，他真的有点没办法失去你们。他心里面明确知道这件事情，可是现在的他却又没有打算说要为了这段关系去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明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好了，看起来其实这个人本身对说这段关系他也不太敢去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是说他本身或许也没有打算说要想再有明确的进展的这个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抽到的是宝剑9。好，那宝剑9呢，就表示说他其实对这段关系是存在着有一种恐惧。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他到底在意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给予会员的讯息，到底为什么他心里面这么卡，有什么毛病吗？你们做错这么多，你们为了这个人做了这么多，可是对方就一直都不愿意说，为什么他就是不想再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他这么卡？为什么他到底在意的是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总是卡住着他？不过看起来其实你们之间这段关系的这个混乱的这个状态，应该说他心里面混乱的状态的话，其实他也觉得蛮矛盾的，然后他其实也觉得自己心里面怎么会对于你是这么的在乎，或者是说为什么两之间的关系总是都一直维持在现况而已。那本身在关系之中的存在，应该说你这个人在他心目中存在的话，其实他也知道说你们心里面一定非常的痛苦，你们心里面也是非常挣扎，可是他却宁可去放任着你们的情绪，放任着你们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的各种的心情跟情绪，然后就以他自己所想要的方式去延续着，或者说继续跟你们之间这段关系往下，就是说继续维持在现在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段关系的话，看起来其实这个外在因素去影响到，或者是说他现在心里面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尴尬啊，或者说不太愿意去面对的这个责任，或者是说这样的原因呢，是在于说他自己本身也目前啦不太想要去让这段关系有一个明确进展，所以看起来其实这个人本身现在目前面对于你，就真的前面提到的，比较于偏向说是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说比较偏向于说是比较没有情感之中一个进展的这样子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章。好，我们这边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呢，就意味着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目前的这个关系中的这个状态，这个存在的话，看起来他心里面应该是有个雏形了，或者是说在这段关系之中的发展的这个状况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已经有一些的想法了，会想要让这段关系逐渐的朝着他所认为的那个方式、那个方向去发展。那当然会不会这么做的话，也是不确定，因为他现在看起来有时候还是会很认真看你的讯息，还是有时候会蛮认真去回应你们的各种的疑问啊，各种所问答的地方，或者说你们可能比较在意的那个地方。对，所以看起来目前这段关系，接下来对方应该会有做出一个比较明确上的行为，或者是说最近他可能会理出一个头绪。所以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虽然可能前面提到说会再维持一段时间，那这个维持这段时间的话，很明显呢，就表示说他利用这段时间去重新去做一次观察，重新去做一次思考，重新去思考着这段关系之后的发展跟走向。那当然会员讯息，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说到底为什么他这么卡，他到底在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他暂时因为其实
宝剑侍者他的想法的时候会一直变，那我们只能看说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他本身现在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好，洋洋来为大家拿一下牌卡。好，洋洋已经拿到手上了，因为其实这个加码的讯息呢，通常都是洋洋看一下牌卡中什么讯息，我们再决定，所以洋洋就牌比较只会放在旁边，然后就要稍微拿取一下，才有办法拿得到，所以让大家等了一下子。好，那洋洋为大家抽一下牌卡。抽了2组，对，这边就请大家再静下心来选择，说到底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要，就是他目前对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暂时的决定是什么？那给大家几秒钟时间做一下选择。好，那这边洋洋也先喝了一口水。我们先来看一下右边好了。右边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一个是画，然后另外就是很着急的离开，所以看起来他最近目前状态就是维持在现在的状况就好，然后先暂时表现出让你觉得他好像很在乎你的样子，或者说表现出他很希望让这段关系是他也在意着你的，但是很明显就是他想要快速的离开，所以他比较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于你们这个人身上，比较像说他比较不希望让你看到他现在心里面的这些计划，所以你们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接下来这个人有可能在你们相处的这段过程停滞的这段期间里面，对方可能接下来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跟行为，那大部分来说可能是离开的状况比较多。我们看一下旁边的这个。好，那旁边的这个的话，你看一个人就很苦恼的想着这件事情，然后又一个热气球。好，所以这边看起来其实表示说这段关系他心里面会有点挣扎，他可能心里面本身会有点希望说他可以自己独自一个人，可是他又很在意着你们这个人，所以反而其实看起来左边的这一组会比较好，就比方说其实这段关系虽然现在对方的态度，他中间的态度会让他感觉到有点困扰困苦，可就是因为他还是很在乎着你们之间的缘分，他还是会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和平相处，是能够有一个比较没有太多的排斥的感觉，所以他反而就会希望说两之间的互动上面不会有太多的一个状况，比较不会希望说真的就完全放下你这个人而选择离开，所以表示这个人他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他还是会想要继续维持下去，而不像右边那个好像就是迟早要离开一样。对，好，这件是给予这组你们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好，那这样的话，以上就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们。那如果说对没有所共鸣，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觉得你在于你心中所想的那一个人，你的位置在他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好，那这样的话来为大家抽第1张的牌。第1张牌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恋人，那看似乎选到这组的你们认为你们在这个人心目中的那个位置，就如同这张牌一样，是在恋人的位置，或者说你们是在一个高度暧昧，或是两之间其实在沟通上面呢是非常的畅通无阻，或是两之间的行程，或者是生活中的步调，生活中的各大小小的细节都会互相的分享。
然后是相当的巨细靡遗，又或者是双方之间所给予彼此的信任呢是相当的足够的，所以看起来似乎在你们目前的这段关系里面，对于你来说，这个关系是非常有机会的，有可能的，又或者你们这段关系是有正在交往中的这个状况也会是有。那无论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单恋、暧昧，还是稳定交往中的任何的关系，那似乎对你们来说，这段关系的话，基本上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两之间是能够延续发展的非常的好。那少部分的话，很有可能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可能是在问前任，因为毕竟我们这边洋洋是只有用以正牌正面的方式来为大家做解说，那本身也有可能就有包含逆位的方式。那如果说逆位啊，就意味着有可能这段关系是已经没有什么联络了，或者是说是已经分手了，或是已经断联的人，也会有可能抽到这一组。那有可能那个人原本在你们还没有分开之前的话，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的密切，也是相当的有连结，如果是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的有融洽的状况，只是在这个改变状态之后，事实上虽然造成关系之中是有破裂啊，或者说没有联络，可是呢，你依然是会觉得，就算两人已经分开了，本身这段关系中存在的那个意义、定位跟价值，依然是如同你现在心里面所想的，如此像恋人牌一样，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或者说可能对方对你们是还有一定程度的好感，还是有相当一定程度对说这段关系中的期待，所以表示在你们目前的这段缘分来看的话，两人之间或许现在目前来看是关系有很大需要去跨越的地方，那跨越的就是在日子久了之后，两人之间可能会容易有情绪上面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者是说当生活过得比较平淡平稳，而失去了那种新鲜感的时候，会是你们俩之间所必须要一起去面对到的这部分的考验。但是以目前来看的话，对于你来说，虽然这个比较平稳的日子、平稳的感觉是需要再去面对挑战的，或者是说是需要再去跨越的地方，但是呢，并不会去影响到你们本身在那个人心里面的位置。好，那现在为大家抽到的第二张是圣杯侍者。那这样的话，似乎就是说，在对于你在他心目中的话，你的认为会觉得其实对方对于你的想法应该算是蛮不错，然后也觉得你这人很有趣，又或者是觉得跟你相处在一起是能够带给他很多在生活中、生命中的各种的能量，或者是说比较是正向方面的影响，比较正面方面的互动，所以有可能就是在你们相处过程里面，通常你应该会算是一个开心果的角色，或者是说你是都想要为了对方而努力，然后为了对方而付出行动，或者是说为了对方想要去多做点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表示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应该是一直以来你撑的可能有点辛苦，或者是说你为了这段关系，你应该曾经真的付出了很多，你所有的耐心，你所有的用心，甚至你可能为了这个人已经掏尽了你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希望能够去缓和就这段关系里面可能平常会发生的冲突，或者是说可以去撑进这段关系里面更多的和谐的程度。那表示在目前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来看的话，你为了这个人曾经付出所有的一切，经常会让你觉得心其实有点累，或者是说会让你感觉到关系里面很难让有一个你自己所谓的定位，那只是终于在最近，或者说你觉得自己付出所有的努力，这段关系终于有一个好转的迹象，或者说这段关系终于在你付出了这么多之后否极泰来了，所以表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以你的角色来看，会认为这段关系本身如果说要再有一个明确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进展的话，你就必须要一直把自己维持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性格之下，或者是说让自己都一直维持在目前你想要为了这段关系继续
续下去，然后所做的各种的努力，所做的各种想要为这段关系变得更好的方式。那幸好就是说，你们本身自己的性格的话，本来就也是能够接受像这样子比较活泼的自己，或者是说是比较能够以不一样的角度跟心态来去处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去那样的方式去对待它。那当然也是因为说，以你们自己本身来看的话，只要这段关系是能够有所谓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里面你能够达到你所想要的，你就觉得其实自己付出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那当然也可以知道说，你们为这段关系，你们曾经所付出的种种，其实你们经常会有一种失衡的情况，或者是说在情绪上面会经常让你们感觉到有一种心累，或者是仿佛好像有的时候是失去了自己。所以在关系里面的话，常常你们会有点是怀疑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或者是说你们会觉得其实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会怀疑是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自己本来的性格跟个性。对，那当然至少以大部分来看的话，这段关系所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是有得到回报的。那这个回报的话，幸好是有达到你们心中所想要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有可能你们付出再多，也是没办法得到对方任何一丝丝的目光啊，或者说都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注意。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国王。那权杖国王就表示说，在关系里面的话，其实你就像是等待着对方任何的音讯，或者是说等待着对方所能够给予自己任何的机会。对，那应该说第一个部分就是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就是属于那种被等待的那一方，然后就等待对方愿意对你示好，或者说愿意给你为了这段关系他同意去更进一步发展，或者是说他愿意让这段关系你是能够多做点什么。所以就表示关系中的一个掌控权、主控权是来自于对方，所以你的心情就常常会在这样子一个起起伏伏的状态，或者是说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进展，其实你经常会拿不到一个准确度。然后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表示说，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也有可能对方是属于那个被你操控的那一个人，或者是说你的任何的一颦一笑都是能够造成他在任何情绪上面的风吹草动。这是在第二个解释的部分，就是说本身你们在这段关系里面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优势，或者说对于说这段关系你觉得自己还是能够稍微有掌控权。那第三个解释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说少数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有可能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双方之间都是同时扮演着你追我跑，或应该说你追或者是他接受的这个角色，就是两之间的角色有时候会一起做互换。因为在关系里面，这个第三个部分解释就是说，你所做有可能是他为了所做一切是能够让你讨好你开心，或者说把你的心情一直浮浮动动。那你所表达的任何的一切，或者说你做的任何的行为，也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对方的注意力，或者说影响到对方的情绪，或者是说会影响到对方任何的这个状态。所以表示其实你们双方之间在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是属于第三个部分的话，这段关系就像是有点在猫捉老鼠，一下是这两个之间角色有时候会互换了。对，那就是说经常会让这段关系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的生机。不过如果说我们纵观三张塔罗牌来看的话，基本上你们会认为自己在对方的心里面的那种位置其实算是举足轻重的，算是还蛮重要，也比较不容易被任何人给取代，或者说也比较不容易被任何人来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就是说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觉得自己还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权利，或者是说相当一定程度的主导权。对，好，那这边如果说以上验证牌是有符合，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到说你在你的心目中所想的那个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好，杨洋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第一张牌的话，这边抽到的是石头12。好，
那这样的话呢，表示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来看的话，目前以他的角度来说，会比较去犹豫说，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相处才会比较好，或者是说要怎么样的方式跟你接触，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互动，或者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于你这个人，才会是觉得最好的方式。那目前看起来，其实他对于说现在的这个当下的情况来看，他也还没有打算说要马上下决定，或者说要马上去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因为刚刚我们所抽到的验证牌是你在对方心里面你认为你的一个角色，你的存在的位置嘛，抽到是恋人，然后权杖国王以及圣杯侍者，所以表示说，对于你们俩之间目前这个关系状态的话，其实他心里面是有迟疑的，他心里面其实会觉得有那么的不踏实。对，虽然现在目前关系两之间还是算是蛮和谐，或者说两之间相处上面呢，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状况，但是以他角度来说，还是会认为其实这段关系之中会有很多的处境呢，是两人之间都必须要去面对，或者说他也必须要去做一个决定。而且你看哦，这边的那只熊，它站在一个石头的原地，可前面有那个石头，它也准备要向前走了，所以意味着说，其实这段关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这段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好，第二就是这段关系其实就会变得越来越差。那要取决于说，接下来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缘分究竟是相处的模式、相处的方式是会以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以什么样的方式才会是最好的，或者是说两之间接下来会不会常常吵架，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外来的因素的原因，进而呢去影响到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这边的牌也可以知道说，目前的你们关系的状态的话，其实算是还蛮稳固的，或者是说也可以因为有距离上的原因，或者是说相处上的一个关系的状况，所以让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分开来，也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去让关系有破裂的可能性跟状况，就是还算是说有一定程度上的机会是能够再更进一步的发展的。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下一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隐者。好，那表示说，其实在目前这段关系的话，他也一样是选择在以现况，或者说以现在当下为主。那本身他还是会不断的去思考说，究竟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前进，要以什么样的模式呢继续下去，或者是说要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继续稳固好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的缘分。所以表示这个人的话，他其实啦，一直来都有去认真思考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意义的存在的价值，所以对方有时候他也是会蛮在乎着你们俩之间的心情，或者是说你的状态，或者是你的个人的对于说他的想法。至少目前看起来，你是他生活中唯一一个会让他一直想要去留意到的一个人。可是你要留意，就是说，因为当出现隐者牌，就代表着当你们所做的任何的行为跟任何的决定，也都会去影响到对方他所对于你们的想法，或者说也会去影响到这段关系在未来之后两人之间的相处的方式，要用什么样的模式才会是真正适合彼此在面对处理的这一段的关系。那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如果说真的后续这一阵子你们情绪经常会爆发，或者是说跟对方相处经常会有摩擦的情况的话，那么也是会有可能让这段关系会导致于变成是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是说是比较难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的机会，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让关系之中是能够再有进一步的交往的可能性。因为当他本来就已经在犹豫的这个状况之下，那又突然呢有一个急转之下，然后让他下定决心的话，那么代表着这段关系
就很难会有翻盘的可能性了，就是会依照他所决定的为主。而且你们看这边，应该说赢者牌本身呢，在牌卡之中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向往是寻找的智慧，或者是说当他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一直去探索这件事情本身的一个存在的价值，或者是说他会希望自己的状态也会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模式，比较不希望说他做出了决定之后，然后他还会后悔。所以当他在做决定之前，他一定会一直不断去思考，会一直不断的去探索，会一直不断的去让自己明白，让自己的心里面是不会有那么的犹豫的情形。只是目前当他还没有想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一定会心情上面会经常的起起伏伏，会一直经常的不知所措，或者说会常常的不知道说自己应该要怎么做才会是最好的。所以目前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以他的角度来说，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没有在一起，还是暧昧的话，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他虽然是容许的，是默许的，是容忍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他永远都会是这样子，也并不代表说他不会改变，也并不代表说他就一定是接受你，除非他有亲自答应你可以。因为其实看起来这个人本身或许在面对情感的时候，他通常是属于那种不太愿意说清楚，不太愿意说明白，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你应该就是会懂他，你就是会猜得到，不需要他讲太多。所以呢，关系里面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目前看起来啦，你们的存在的那个位置啊，有点摇摆不定，然后他也还在去探索，所以你要小心这个人，可能他的心思本来就比较深一点，对，他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率真啊，比较没有那么的直接啦，对。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九。好，那当出现圣杯九的时候，或许有可能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啊，这段关系看起来好像你们要再更进展，基本上目前呢，他没有这方面的打算。那但也可以是说，他很享受你们目前这个关系的这个状态。所以如果说你们是真的，就像前面恋人牌的地方，是你们真的是已经有确定对方所给予你们的承诺，然后也确定对方呢是喜欢你们的，也是应该说有确定在一起啦。你们真的有确定是有在一起的状况之下的话，那表示目前这个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他是喜欢的，他也接受，那他也希望说这个状态是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是能够延续下去的。可是如果说你们是还没有明确在一起的，还是依然呢是属于高度暧昧的状态，或者是说你们只是单纯的单恋这个人的情形的话，那就表示其实在你们目前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还没有想要再明确的进展，他还是会希望先把他自己的生活过好，还是会先以他自己人生之中他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事情继续去忙碌，或者是说继续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这边的话，两个解释就会不太一样。那本身如果说在圣杯九，就意味着说其实这个人他很享受，很喜欢目前的自己，或者是说很享受目前的生活，他也会自己去找乐子，他也会自己去给予自己一些的生活中的目标，或者是说会让给自己去找生活中里面他觉得很在意的地方，他会倾注于在那个环境之中。所以那如果说你们真的很难可以约得到对方的话，对方只是单纯真的不想跟你出门而已，或者说对方只是单纯最近呢他想要自己跟静静啊，或者说想要去跟他觉得比较熟悉的朋友有互动，就比较没有想要跟你有太多的进一步的想法，就也没有想要再跟你们有继续那种来往的这样子，有太多互动的这样的机会。对，所以现在有点看起来像是说本身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主控权，或者说这段关系之中一个进展的状况的话，是由他来做决定。表面上看起来是你在做决定，表面上看起来是你的付出他都感受得到，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却是另外的想法，心里面呢却是有另外的心思，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就是有不同的见解，或者说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思绪思索来去考虑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但是至少他目前当下啦还没有想要做决定，他还是会先维持你们俩之间关系现在的这个状况一阵子，所以不妨你们可以趁这一阵子的时候多去
让自己在他心里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或者说你们可以多去帮助对方，让对方感受到说他是非你们不可，去好好经营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洋洋牌掉了，洋洋来捡一下。好，那洋洋把牌给捡起来了，也稍微喝了几口水。好，那么来看一下接下来在第二趴的部分，你们在他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好，那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镜之九。那镜之九的话呢，就代表着说，在你们目前以他的角度来说的话，就一样啦，他还是一样，就是享受着你们目前这样关系的状态，所以代表说你们曾经为了这个人，你们所做的任何的一切，或者说你们曾经所付出的任何的努力，其实他都是感受到，他也都记得，那他也是享受着这一切。所以呢，现在的你们其实会算是一种最好可以去好好的经营，或者是说是能够去发展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关系的机会。因为目前看起来，其实对方还蛮喜欢、愿意多跟你们互动，或者说他愿意呢，透过跟你们相处的过程里面去多了解到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当然，因为以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他不太会是主动的那一个，是要由你来主动。那当你主动的时候，可能他给予你们一些的回馈，给予你们一些的方式，你们也必须要去留意到他自己本身所对待于你们的模式，是不是你们所喜欢的。那如果说你们真的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喜欢，或者是说也不太愿意想去接受的话，你们可能要让对方的明确知道说，你们可能自己现在目前这个状况，或者说他对待你们的方式的话，并不是到让你们那么能够去接受的情形，那你们可能就要去稍微两之间要稍微协调一下，或者说两之间必须要去把这件事情给讲清楚，去讲开，才不会让整个事情都一直卡住。因为当对方他觉得对你们是有付出，可是你们又觉得没有的时候，其实关系久了就也容易会产生出一种摩擦，或者说也容易让这段关系变得是不好，或是在一个比较不健康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当关系之中你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拥有对方这个人，或者是说真的很希望可以跟对方有进展这个机会的话，那就试着让对方多了解你之外，那你也必须要去试着去调配一下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的心情的健康度，或者说你们自己在这段关系里面的个人的想法，或者是说对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要不然这段关系只会一直都永远在维持现在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就会真的让对方一直都认为你们所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方式，但殊不知其实你们本身在看待或者说在对待于说这段关系的话，你们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或者是说也是有真的希望这段关系是有改变啊，或者是说有改善，或者说有变得不同的机会。对，所以比较希望说你们不要那么的委曲求全，也不要那么的让这段关系就一直在以好像看似很美好，但是呢却缺乏互相了解的这个状态。好，洋洋呢来为大家抽第一张牌。好，这边的话所为大家抽到的是宝剑六。好，那宝剑六的话就代表说，其实现在目前你们俩之间的状况的话，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真的有点太糟了，所以现在其实会有一种好转的迹象，或者说两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因为有随着慢慢的日渐相处，或者是说相处时间有稍微拉长了，或者是两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有逐渐的去真的去了解到彼此之间的需求，或者说情感上的需要。那也因为这样，两人都愿意去做调整，也愿意呢去用不同角度去看待说这段关系，所以其实渐渐的话，这段关系以他的角度来说，会愿意的慢慢放下对于你的戒心。原本在对待这段关系，他有一定程度上的戒心，或者说他原本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看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可是也是因为在随着
两人之间的相处状况之下，也是你可能也没有想要操控太多了，或者是说你原本对说这段关系本来就也开始渐渐保持着随遇而安，或者是说慢慢发展，或者是就顺其自然的态度，所以他也逐渐的从原本的防备心态，原本比较是有点排斥的想法，开始放下他的心防，慢慢的朝着他觉得是很舒适的方向去走。所以最近不妨你们就开始逐渐去留意到说，对的方所对待于你的方式是不是跟以往开始逐渐变得不太一样，或者说对于你的方法，对你的相处的模式是不是真的跟以往不同。但是也还是要小心，就说最近的他可能会稍微把他的心思放在他的公事上，或者是说他这个人也容易会因为自己的工作状况、自己的财务状况，或者是自己公司中的人际关系的状况，那会去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意味着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还蛮常容易会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原因跟因素，然后来去影响着你们。那本身在他心目中还是会认为你们这个人的工作上的能力应该算真的还不错，然后原本工作上的一个状况，你们可能本来是很差，或者是说本来是没有那么的顺遂。那在随着两之间相处渐渐的越来越稳定之后，你们也开始跟他聊了很多。那两之间相处久了，他也开始对你们这个人逐渐了解更多，所以他也对你们这个人的改变是有觉得越来越好。所以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也或许是因为你的状况越来越好，或是你们所带给他的形象也越来越好，所以呢，他就会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是能够学习到很多你的专业的知识，或者是说觉得跟你相处的过程里面是能够让他逐渐感受得到你们其实是对于说他来讲的话，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人选，或者是也不太想要去那么轻易放下的一段的缘分，或者是说这一段的关系。所以不知道说选到这组的你们是原本在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们真的经济状况，或者是说工作状况真的有点差，那随着时间渐久之后，他看见你们的改变，也看见你们在职场上面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反而会认为呢，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关系是能够有一个进展，或者是说愿意再跟你们有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这个想法。好，那在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战车牌。那战车牌的话，在这边就意味着说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缘分，以他的角度来说的话，会蛮喜欢跟你相处的，然后也觉得从你身上的状态啊，你们的个人的心情上面，只要相处久之后，他原本可能在心情上面比较混乱，比较会不好受的时候，因为跟你们相处，你们的笑容，你们的对待他的方式，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很心安的感觉，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自己其实是有人可以去信任，有人可以去相信，或者是有人会愿意为了他去在乎着他，去在意着他，然后也愿意等待着他。所以反而两之间的关系之中，以他角度来看的话，是有一种归属感，或者是说是有人可以为他遮风挡雨，有的人可以为了他做所有的一切。所以很恭喜你们一直以来的各种的努力，或者是说为了这段关系所做出的各种的付出，让他真的感受到了有一个人是可以陪伴着他的，有一个人是能够待在他身边的，有一个人是能够让他感觉到自己是真的被需要的，自己无论再怎么痛苦，自己无论呢再怎么没有人要，或者是说自己无论再怎么的低迷的话，终究是会有你陪伴着他，终究有你可以待在他身边，终究有你这个人呢是能够给他一些人生中的方向。所以不晓得说是不是你们本身的能力是比这个人还要好。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力比他还要好的话，他很喜欢你们在工作时候的样子，或者说他很喜欢你们工作的时候所散发出来的魅力，或者说去讲出你们工作上事情的那个自信的样子。对，如果说你们工作比他
能力比他还要好的话，那如果说是他的能力比你们还要好的话，就表示说他觉得你们是他一个最好的避风港，你们是能够为他遮风挡雨，然后或者是你们就是他那个温暖的家，觉得能够跟你们相处在一起之后，他是能够意识得到，其实无论他再怎么累，无论他遇到多大的困难跟挫折，终究有你们这个人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总是能够带给予他一种不会被别人给抛弃，或者是说不会被别人给丢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说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可以蛮恭喜你们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看起来啊，算是有一种盘若坚实的这种感觉，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被任何东西给摧毁。可是还要小心，就是说，当我们本身呢，人对说一段关系越放心、越安心，或者说越在意的时候，那个患得患失，或者是说对于感情里面要求、希望对方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多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会有出现一种情绪勒索，或者是说关系上面会相互有点失衡的这个状况，或者是两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呢，是有的时候还是会需要有互相的了解彼此的那个退让啦。对，对于很多坚持的事情要互相讨论，还是要有一点退让的这个想法跟状态。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边的话，我们抽到的是权杖八哦，对，是那个对，就是权杖八号。好，那这边的话，权杖八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对他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情绪上面的表达，或者是说情绪上面的相处，还是必须要去留意到，或者是说还是要小心一下，不要那么轻易的去伤害到彼此之间的这段情谊。所以对他来说，如果说你们是现实生活中所相处，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你们就是已经有互相认识，然后都也一直有不断的在联系互动的话，那么以这张牌来说，你们在他心目中的存在呢，就是你们可能可以引导他生活中如何可以变得更好，或者是说可以让他在生活中找到有一个重心，或是也比较不用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没有人是能够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或者是没有人是能够愿意帮助的自己，或是没有人呢是不是会伤害到自己，所以他觉得跟你相处是能够跟着你的脚步走，然后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习到非常多的事情。那如果说他真的很迷惘、很茫然的时候，他也会询问你的意见。所以看起来其实本身这个人他会蛮喜欢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找到一个他觉得最好的那个答案，人生中答案，就有点像说人生中的一个导师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当然，如果说当你们情绪真的比较不好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也会觉得蛮不好受，因为他就会不知道说该怎么去跟你相处，或是说有的时候你们真的心直口快，你们真的相处上面是比较有摩擦的时候，那可能他就会稍微有点抗拒，或者说可能就会有点不知道说该怎么去跟你们这个人有更多的互动，或者说不晓得该怎么去跟你们有更多相处上面的一个想法。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这边就是第三个部分，所以其实答案上面看起来，本身对于说这个人看待说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的话，基本上的想法上面算是真的蛮不错的。好，然后在我们这边抽到的是权杖九。那当出现权杖九的时候，就意味着说这段关系就是现在还是会先维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比较不会有太多明确的进展。那本身你们这个人在他心目中那个存在的样子，或者说什么样子的存在的话，就表示说其实可能你们这个人是有一点倔强，或者是说不太会愿意去听别人怎么讲，或者是对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也会比较不太敢马上的去接受，不太敢马上的去让这段关系有明确的进步的这个想法。他一样会跟你，就是他会跟你一样，是默默的看，默默的等，然后就看说这段关系里面是不是真的有
需要自己再去留意到的地方，或者是说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也还是必须要去做改进跟改变。不过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最近的话，他不会说是说在考虑，比较多就是先维持在原地就好。他本身跟你们相处关系中的负面的想法的这一种急着要改变的比较没有，这要怎么讲？杨觉得有点难说明。反正呢，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关系他比较不会想到太负面。如果说真的想到比较负面的话，他也不会急着一定要让这段关系有要做什么的决定，或者是说这段关系限定于说一定要往什么样的方向去走。所以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本来就是暧昧中的人的话，就表示这段关系其实你们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可能性是可以跟对方有一个进一步的机会。可是如果说你们俩这段关系是稳定交往中的人的话，要再更进到下一步会有点困难。他就只想先跟你们维持在一个交往的状态。你们说要结婚，或是说见彼此的家长的话，这方面想法会建议你们可以先缓缓，或者说先不要去跟对方讨论这件事情，因为对他来说，两之间或许现在的交往的状态的话，才会是最好的，或者说也会是让他觉得心情上面比较好的这个部分。对，那像你们是单恋呢，应该是说你们就是还没有跟对方在一起的话呢，最近就是让对方好好的静静的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或者是说让他去去好好的面对说他自己生活中所必须要去承担的那一个一切。好，那再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月亮牌。好，那月亮牌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嘛，站在月亮正中间，所以蛮好，就是说至少你们在她心里面，她蛮常会去想到你们，或者说她对于说你们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呢，她算是蛮在意的，然后也还是蛮希望说两之间的关系不要那么容易的受到别人言语上的影响，或者说你的情绪上面的影响。对于说两个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缘分的话，他会觉得会怎么走，会怎样去前进发展，主要是来自于说你的情绪、你的想法。对，你的情绪跟你的想法，因为有时候情绪跟想法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言语，或者说一个人所说出来的字词。那对于他的角度来说，每一次你们所出来的话，其实他都会去认真思考，或者说他也会去想。那洋洋会认为这一组的你们，以对方的角色来说，他会比较是没有想要让这段关系有明确的进展的想法。就是说他表面上看起来是把你们看得很重要，表面上会希望说关系是可以延续下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在乎着这段关系，但实际上你们真的要让他去做决定的话，目前看起来其实洋洋会觉得几率比较低，或者是说他对于你们思念有多重呢？看起来其实算是说蛮普通的，就是没有想太多。那我们来看一下给予这一组加码的讯息，就是以你们心中所想的这个人，对他的角色来说的话，他是有多不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浪漫天使神谕卡给予这段关系你们的指引好了。好，洋洋的牌又掉了，好。今天一直在掉牌，真太可怕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抽2张好了，看一下浪漫天使神谕卡给你们这段关系中的一个指引。因为其实看起来对方本身在对说你们这段关系，或者说你的存在的话，他就是你们确实还不错，然后他也是在乎着你们，在意着你们，但是他看起来就是想维持在现况而已。对，因为有点洋洋会觉得这组的你们应该不是大家都是稳定交往中，比较多人可能就是高度暧昧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2张牌给予你们的指引。好，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好，洋洋去把牌给捡起来了，那我们就来开始看。我们就先从左边好了。
左边的话，我们这边抽到是灵魂伴侣，是的，此人就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看，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呢，以他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灵魂伴侣观的存在，所以会觉得这种关系非常的熟悉，也觉得跟对方相处在一起的话是非常的快乐，然后也可以能够找到一个自己所谓心里面的那个定位的存在的那个价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右边，释放前任伴侣清理能量的时机已经来临了，所以看来其实这段关系你们还是会容易受到过往的情感中经历啊，或者说情感中的伤害影响到着你们。那现在相处你呢或是他都有，所以呢现在就是你们俩之间相处就是能够去慢慢的把原本心里面那个伤痛给腾出，或者是说那个位置呢逐渐去清空出来，才能够让谁或者双方之间去进驻到两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所以看来其实两人之间的话，左边看起来几率会蛮高，可以交往或者说可以维持越来越好。那右边看起来是有很多的时间，或者说还有更多的考验等着你们去面对。好，那这边就是以上呢，给予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或者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验证牌地方是你认为你自己在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你的位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好，洋洋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侍者。好，那钱币侍者的话，其实看起来表示说，你觉得你在对方心里面的位置的话，你就好像一直在一个无止境漫长的等待，或者是说你仿佛自己就像是在一个需要被应该说他的任何风吹草动，说任何的行为、言语、举止，其实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你们的心情。那对你们来说，其实本身这段关系，就算它影响到了你们的心情，你们也不太会容易去放弃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未来的话，应该是会有很多好转的迹象，或者是说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也不至于到让你觉得是没有机会的。对，可是看起来有部分就是说你们之间的这个缘分的话，看起来其实现在是有一点淡薄，或者是说对方本身对于你的情绪上面的在意的程度，或者是说对方对于这段关系想要再更进一步的想法的话，通常呢看起来是比较偏向没有，甚至你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本身要进展的几率看起来是有一点低的。那本身你们还是会觉得说，只要这段关系是有可以发展的机会，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是能够吸引得到对方的注意力的话，那么你们还是会愿意的继续待在对方身边。那有一部分的人的话，或许本身在这段关系之中，你算是一个委曲求全，或者是卑躬屈膝，就是说有点卑微的想要去维系着好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那本身对你来说，这段关系是否能够进展的话，或许已经不是一个让你觉得能够去，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事情。只是你的心情当然还是会蛮起起伏伏，或者说是说会经常有点上上下下的这个状态。可是在关系中的进展的话，那你自己本身呢，还是会想要抱持着继续努力试试看，或者是说默默的待在对方身边就好。有的时候你们的心态或许有点像是说，只要不要跟对方断联了，或者说对方不要完全的不理你，其实对你来讲就已经是可以的，或者是说已经就让你们觉得不会太过于的难过。对，那看起来其实本身在这段关系之中的话，你的角色就是在等待着对方他是否会给予你一些的机会，或者说让你们有一些可以进展方向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你的情绪的话会稍微被对方给掌控，那你还是会想办法让自己的情绪不要总是那么的高涨，或者说让自己的情绪总是不要被对方给牵引得住，就算是有一种默默的静静的等待着对方，所以看起来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位置本身对于你们来讲可能会算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别人给取代的这个位置。好，那我们这边抽到的第2张，好，这边的话其实看起来对于你来说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状态的话，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本身在他心里面的话，就如同刚刚洋洋所提到的，觉得跟他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比较难以找到你的存在的价值，或者是说你必须有能够存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你们也是非常的认定说，可能跟这个人之间的关系目前是有点不太确定的，就是说要进展到下一步，或者是说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话，这段关系本身想要再更有所进一步突破的几率，或者是说那个方向的话，其实是真的比较微妙，应该说比较没有机会啦，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有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然后在关系里面的话，会觉得与其说真的要在一起的话，如果说真的都维持在朋友，或者是说目前比较没有进展的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两个人之间或许比较能够有交流的机会，或者是说比较能够有机会可以互相的聊天啊、交谈啊，或者是说彼此之间一起有进一步维持联系的这个可能性。所以看起来，其实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有可能你们现在是属于在同个生活圈的人比较多。那如果说没有的话，你们是在直播间认识的啊，还是说在游戏间所认识的人？如果说是交友软体的话，可能会比较限定于说是哪一种左右滑动的人，对，或者是说语音啊，或者是说那种随机配对的，比较不会是那种在距离范围内所认识的那一种。但这只是一个洋洋所举例的那个几个比较可能性。但如果说你们是属于那种距离上、交友软件上所认识的人的话，那就表示说，或许两之间的在目前的这个关系来看，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话题会没有那么的多，或者是说比较需要你一直跟他邀约，或者说他一直邀约你，关系才有办法延续下去。好，那不管说你们是属于哪一种的认识的方式，其实看起来至少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一定会有第三个人去影响到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影响到你在他心目中的那个位置。那这个人的话呢，我们不一定是指说有对象，有可能是指说他的朋友、他的同事，或者是说他的亲人，或者说他最要好的闺蜜啊、哥们，这些人都是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彼此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其实也可以知道说，本身对于你来讲，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的位置，你会认为其实自己也不太是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反而比较像是说，你一直在等待对方所愿意对你好，那你可能才会主动出击，或者说你可能现在也是抱持着一个随意看看的心态，就是你也不太敢把自己太多的心思放在对方身上，或者是说你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也不太敢让自己想的太多，或者是做的太多。那这边的话，为大家抽到的第3张是死神牌。好，那这边死神牌呢，或许本身对于你们来说，看待一段关系的话，你们可能也会认为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缘分，应该会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或者是说会让这段关系，可能你会失去对方，或者说对方会失去你，然后这段关系可能就会结束。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就可能说这段关系或许会出现一个转机的机会，可是在于你们心里面的话，如果说你们本身灵性比较强，或者是说直觉性比较强的话，应该你们会觉得说可能最近啊，或者说在某一天会有一种感觉哦，会好像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跟这人有关，然后就会造成你们关系上面的一个转变。可是这个转变的话，洋洋会比较不太会说一定是好或者是不好，因为这个还是因为是属于大众占卜，所以我们会比较没办法太过于明确看出说大段关系中的转变对你来讲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这次的验证牌比较是说
你们在对方心里面你觉得你的位置是什么。所以你们看起来其实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位置的话，你们会对于自己在他心目中那个位置是真的比较没有自信心，或者是说会觉得这段关系如果要再更进一步进展的这个机会的话，是属于真的比较少的，或者是说也比较困难的。而且特别是你看我们这边他的死神牌上面有3张的星星嘛，那我们在左边看到3个猫的饲料的水杯，所以等同于说其实或许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就是除非那个其他的人是能够帮助到你，要不然其他的人应该通常都是在阻碍着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或者是说会去影响到你们俩之间的这一段感情中的一个进展。所以呢，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真的要有所更进一步的话，势必须要有一个团体的力量，或者是说众人的言语，然后来去帮助着你们，来去推动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看起来其实这段关系之中的话，对于你们来说会觉得很困难，比较难以去推动的原因，就是在于你真的感觉不到对方所对于你的爱情的感觉。可能情感是有，在乎的感觉是有，但是你可能会经常会去猜说，到底你对他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或者是说到底你在他心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是说你在对方心里面到底是存在的多重要的一个意义。其实本身对于你们来说，有的时候去探讨这件事情，你们会觉得其实心真的还蛮累的，或者说你们会觉得有时候不如就赶快结束，或者说赶快有一个答案，你心里就不会那么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但是反而当你们越这么想的时候，越难可以有这个关系上明确的方式，或者说明确关系上的结果。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属于在一个一直等待的这个状态，你们也不太敢付出太多，就只能默默的慢慢的等，慢慢的看。好，那这句话如果说以上验证牌说符合，或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好，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么在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好，羚羊来为大家抽第1张牌。好，第1张牌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10之10。好，那这样的话，似乎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你们一定经营了还蛮久一段时间了，或者是说你们真的一直都陪在对方身边，又或者是说你们给予对方有相当一定程度重要的努力，还有为了这段关系，你们真的付出了非常多你们个人的心力、金钱，或者是时间，或者是陪伴。所以在你们两个双方之间的关系之中的话，以他的角度来说，你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话是蛮不一样的，然后是觉得你在他心里是很重要，但这个重要呢，如果说是以这张本身看起来比较像是第一个是金主，然后第二就是说是值得交心交谈的朋友、伙伴或者是家人。那第3个就有可能是他对于你的话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的感觉，或者是说他对于你是有相当一定程度的好感，或者是说一定程度的信任。那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目前看起来，如果说真的要再有一个明确的下一步的发展的话，似乎是有一点困难的，或者是说他不太想要去做改变的原因是在于，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模式，因为你们家心里面的一个存在的样子已经是固定了，所以当他如果说本来就已经认定为你是朋友啊，或者认定为你是值得深交的人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轻易的去改变与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不会想要去轻易的改变两人之间相处的模式。不过至少当他觉得自己有需要被别人应该说他真的需要帮忙、需要帮助的时候，他觉得找你就一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式、解决的办法，并且呢，你能够去安抚到他的内心，你能够去让他感受到有一股暖暖的能量，或者是说对他来讲，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所以他会觉得这种关系其实也不太会那么容易的离开、消失，或者是说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失去了你这个人。那你们之间关系之中，以他的角度，他也会认为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点固执，或者是说跟你沟通，然后说跟你讨论事情的话，他可能要换不同种的方式多和你们讲，因为他有时候会觉得你可能会有点听不进去他说的话，或者说有时候你会听不进去他可能想跟你表达的事情，会觉得跟你相处难免有的时候有一点困难，或者说会觉得你真的太过于固执己见，不太愿意去改变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本身的一个缺点。对，那还是会可以比较放心的，就是至少他心里面比较没有去讨厌你们这个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啦。对，但是他只是单纯就很习惯说你们一直都有陪在他身边的这样子。那通常这样的话，关系这种进一步，我们要继续往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这边有抽到的是权杖10，哇，我们都抽到10的牌耶。好，那权杖10的话，就等同于说，他觉得，跟你相处有时候真的是有一点压力，然后他也觉得他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顾虑到你的心情、你的感受。那对于说跟你们相处这个过程里面的那个心情跟感受的话，他会认为其实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办法那么泰然自若的在你们面前展现出他可能最想要展现出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再就是有时候他也会觉得你们跟他相处，你们是也有保留你们自己的部分，以他的角色，以他的角度来说，会认为你们可能也有你们自己的考量，你们自己的考虑，所以也不太敢那么直接的去展现出一种你们自己所认为最好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说你们也不太敢真正的在他面前表现出你们所想要表现的那个状态，所以两人之间双方都还是会有一种保留，然后就还是会有一点距离，然后还是会觉得相处上面比较没有那么的融洽，所以你们在他心里面的这个存在的那个样子，那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是稍微有点距离的，比较不容易去靠近，甚至有的时候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聊天。就是说，两人之间的讲话的内容稍微会比较有点卡顿，或是会容易需要想话题。好像洋洋有看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说两人之间都是熟悉的，或者说很喜欢跟对方相处，就算两人之间都不讲话，都是沉默，那么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尴尬。可是，在以他角度来说，两人之间都不讲话，两人之间都没有互动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有点无聊，或者是说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一直想要不断的找话题，想要去跟你有互动，就怕场子会冷掉，就怕你们会觉得就怕双方之间会觉得很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有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他到底面对于你的时候，他到底能够干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要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互动、跟你相处，然后不知道怎样去展现他自己的想法，才能去促进或者说去让这段关系是有在良性好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两个为大家抽一下第3张。好，第3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魔术师。好，魔术师呢，这边就意味着说，表示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就有点像说在做一种云霄飞车的这个状况。当两个人之间比较没有话题，或者说当两人之间可能比较没有互动的时候，就在低点。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生活中又发生到什么让彼此双方都觉得相当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彼此双方都觉得，这段关系好像又可以有更多的
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又会再回到下一个高点，就是会一直这种起起伏伏的状态，就从原本最低层比较没有互动，又突然变得有很多的互动，然后又有新的东西注入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所以就可能因为这段关系可能真的认识的有点太久了，有一段时间了，或者说两人之间的工作真的有点太忙碌了，或者说两人之间的心情上面也会容易受到外界的状况影响，所以当有的时候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卡顿、尴尬的局面。可是当关系应该说当生活中又腾出了那些的压力，或者说比较没有让两人应该说让自己不会再去那么的感受到痛苦的时候，那关系又会再回到了高点，又会两之间又有很多的互动话题可以聊，或者说又开始变得更加的热络。那关系里面会感觉到有一股新的能量注入在你们这段关系里面，所以对于他来讲，他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多变，你这个人呢，就是可能蛮容易会受到外在的东西影响，工作、生活、亲人、朋友，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个人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难以捉摸，会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可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很明显；那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也会很明显。可是什么样的东西让你会不好？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感觉到很痛苦？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快乐？他还在慢慢的摸索，可能他已经知道大概，可是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去掌握到你们，因为他觉得你这个人是相当的多变，是相当的不好掌控，比较不容易去知道说你这个人的各种的认知，或者说你这个人的想法是如何。那至少可以明确的明白，他蛮喜欢去多和你们互动，然后多去了解你们这个人。那在了解的过程里面，一定会有一些的地方会让他感觉到有一种害怕，或者是生疏，或者是说，确实有的时候你们相处过程，你会因为你的个性的关系，是能够去带动这段关系中的一个良好的氛围，或者说是能够去带动的这段关系会变得越来越密切，然后会被你的个性有所吸引，也是因为你们个性这样子如此的多变，那什么优柔寡断，没有，不是优柔寡断，就是多愁善感。对，你们的性格可能有点多愁善感，所以对他来讲话，如果说对方的星座比较偏向于风象或是火象的话，就觉得你这个人还蛮有趣的。可是如果说是水象跟土象，就觉得你这个人有点不好掌控，那就可能对于说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于你就会有一些的恐惧，或者说可能就会有一些的害怕，因为他会怕他自己比较没办法去掌控到你们的性格，那就会比较担心说自己跟你相处，他会踩到你的地雷，或者说会不会让你的状况会变得越来越好。那当你状况好，他也觉得就没有差，他就不需要去成为带动的那一个人。那如果说你不好，说他要成为带动那个人，他觉得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对，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好，下一张的话，我们这边抽到的是10之9。好，你这边都抽到的是石头的牌耶，对不对？我们刚刚第一张抽到石头的10，然后现在又抽到了石头的9。好，那这样的话就看起来意味说，表示在你们目前这段关系的话，对方可能稍微会有一点认为说，需要去慢慢的改变。可是如果说你们自己本身可能都一直维持在现况，或者说你们也不太想去做任何的调动的话，那么他也不会那么想要去勉强你们。其实因为他会认为，其实你们这个人呢，应该是很有自己的主见跟自己的想法，甚至会对这个人生是有一定程度上的目标，或者是说会有一定程度上的认知，觉得说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是你所想要的，那你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那么你会算是一种以他角度来说，会觉得只要是你所想要的，那么你们就会忍辱负重，或者说会愿意委曲求全，只是为了单纯要达到你们所想要的目的，你们就不会那么轻易的改变，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受到别人的影响。所以不晓得说，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之中，是不是你们曾经有让对方知道说，你们其实
如果说真的付出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办法得到你们所想要的话，那么你们是不是就会选择去放弃跟放下，或者是说你们是不是就会选择不要了你们原本所坚持的东西？虽然我们前面都讲说你们就会很坚持啊，或者说他觉得你这个人其实就会很一意孤行，但是他也后来逐渐发现到说，如果说真的有时候你们的努力发现是有限的，或者是说你们的努力是真的比较没办法去扭转局面的话，对于他来讲，你们可能本身的这个决定就会选择去放下，或者说你们可能就会选择比较没有那么想要的那么积极的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他也会认为说，其实你这个人本身的稳定性是还蛮高的，比较不会因为个人的情绪，或者说也比较不会因为外在因素就去改变了你们很多的决定，你们就会算是那种忍辱负重，然后愿意的慢慢的去努力。所以他本身对你们评价虽然觉得啦，你们这个人稍微有点情绪化，或者说可能会稍微有点无聊，或者是说比较有点固执，但至少他觉得在你们身上可以看到有一种安定，或者是说那种成熟的感觉。对，成熟。然后突然间有点想不起来那个词汇，会觉得至少跟你们相处过程里面是能够看得到人生中的未来，也比较不用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个人的情绪或者是说个人的想法而被抛下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下一张话，我这边抽到的是圣杯五。好，圣杯五的话呢，你看这个人他就是多么的孤单一个人看着这一切，然后你旁边就有桥，然后至少他没有选择要跳下去。好，所以就表示说，其实在你对他来讲的话，你们的任何的难过、任何的不愉快、任何的痛苦都会独自的去承受，独自的去面对那一切。那你们也不会想要去让任何人知道你们到底有多痛苦。所以对他来说，总是只能在远处去关注着你们，只能在远处着去考虑说，到底是不是要安慰着你们，或者是不是要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要去做一些的调整。所以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嘛，有抽到了2张10，所以表示在双方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于他来讲的话，比较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相处才是最正确的。可能对你们来讲，你们的多愁善感，或者说你们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你们真正所想要的，只是得到他的承诺而已。可是偏偏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因为对于你们很生疏，然后对于你们是不了解，或者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本来就不是他所想要、他所喜欢的，所以可能他就比较没有那么想要去更多的进展，或者是说你们性格就不是他所喜欢的，那就比较难以去想要为了你们这段关系中的负责任。好，杨来决定了，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喜欢什么样的类型，就是给予会员的人。好，杨来做个记录，他喜欢什么类型的人。好，这就是给予选要这组你们会员的讯息。好，所以大家记得，如果说选要这组的你们要去看一下会员的完整版，对，会有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还有他讨厌你们的这个性格是什么。好，因为其实看起来本身这个人他觉得你们真的有点太过于阴沉跟阴暗，所以他会不知道该如何跟你们怎么样相处，或者是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互动去安慰你们。他反正就是有点，因为你们这个人就像是一个谜团一样，虽然你们有好也有不好，可是或许因为你们的一意孤行、你们的固执，或者说你们的愿意为了个目标忍辱负重，那就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就像是一团迷雾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们相处，要不然真的他常常会觉得说是蛮困惑的。对，可是也可以知道说你们经常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真的有没有去意识到
或者说有没有真的去抓住到底对方是怎样去跟你到底对于你们的想法是什么？他真的喜欢你们吗？还是说他其实对待于你们是本来就没有想的那么的多？那如果说这段关系你们真的比较难以去抽离的话，是表示说本身在对于说这个人的方式，你们是不是要去改变？你们是不是不应该再那么的去在意着不属于你们的感情？要不然其实你们经常感觉到很痛苦，他也觉得说你们有点莫名其妙，对。可是也可以差不多表示你们这人真的很成熟，不太愿意把自己的情绪去放在他身上，或者说也不太会去对别人情绪勒索。你们会选择自己一个人放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自己一个人去独自的承受。好，然后再来我们抽到的是塔牌，哇，塔牌就表示他觉得你们这个人情绪来的时候，他也控制不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你们互动，跟你们相处，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抚着你们，甚至有的时候你们情绪来的时候，真的还蛮快的。所以这一组的你们情绪来的时候，有的人是选择开始就不讲话，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互动了。然后第二就是他会不知道。就是说他觉得你这个人情绪来的时候，可能也是属于那种会直接讲出很多狠心的话，然后就会让他觉得心里面是相当的受伤，心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抚你们，他觉得不管讲什么都会错，然后甚至可能会让你们原本可能已经好不容易建立好的这段关系，就让双方之间是变得难以互动，或者是说变得比较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面对于你们两人之间的这个缘分。其实他会觉得说这个缘分是蛮特别的，是他也蛮珍惜的。可是因为你们的互动，你们的相处的方式，有时候你们的做出来的行为，说出来的话，会去伤害到他的心，或者说会让他觉得一直以来为了这段关系所做出的任何的努力，好像就被你们给抛下，被你们给毁灭了。那这段关系的话，有的时候会因为你的个人的情绪，或者说个人的状况，那也会让他不知道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们互动。所以有的时候他真的看起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互动的感觉，会觉得都是你们自己一个人。洋洋会觉得说，这段关系中的你们可能要稍微想一下说，跟对方互动的方式是不是要稍微有点改变，因为对方有时候反而对待于你们的方式会稍微有点不知所措，然后会比较困惑说你们到底在不开心什么，你们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你们有讲，但他会觉得你们讲的有点没有很完整，然后就是好像有很多的漏洞，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们没有讲到点上，都讲很多废话之类的。对，好，没关系，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对，因为看起来其实对方对于你们态度的话，他会有点困惑的感觉。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最后一趴了。对，最后一趴的话，这边有抽到的是战车。好，战车就表示说他会觉得其实你们自己会把自己塑造成，应该说会把自己掩饰的还不错，就是说你们会尽可能的不会去影响到他人的心情，不会希望说自己过得不好，那别人要跟着过得不好，不会希望说自己所做了什么，然后就让别人觉得你哪里做的，就是说那怎么讲？梁阳突然觉得有点卡顿了，应该是说在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过程里面，他会觉得你们这个人的表达的方式，或者说跟他相处的方式，不会因为你个人难过、悲伤，或者他对你做了什么，你觉得不开心，你就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会尽可能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无所谓的样子，表面上看起来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但实际上，就刚才提到的圣杯五跟塔牌，你们明明就看起来很难过，很不愉快，然后你们明明就觉得很受不了，但你们会表面上说我没有啊，我还好啊，就是有点像是说女人心海底针吗之类的。对，可是在关系里面的话，蛮明显就是
他知道你们是很在乎者，对，然后当你们有压力来的时候，你们也会说哦，我没事，我还好，我可以承受得住。但实际上你们明明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赶快来安慰我，我需要有人照顾，我需要有人可以听我讲话，我希望有人可以安抚我的情绪。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对于说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于你这个人，他会真的拿捏不到他到底要怎么跟你们相处比较好。但是对于你们来说，可能又会觉得，你们自己状态是蛮不错的，或者说他其实也猜测不出来，或者说他在面对你们的时候，他一定也知道说到底要怎么跟你们相处会比较好。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才导致说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才会都一直卡着，或者是说才会让他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看起来好像有点知道说要给你们什么样的补充加码讯息。好，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是圣杯6。好，圣杯6呢表示说，其实他知道你们可能想要就是他的好感，然后为了这段关系中，你们所想要他任何的关注，你们所想要他的呵护，可是他却觉得他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或者是说他也会觉得自己是真的比较没有办法给予你们所想要这些的承诺。他是很乐意也很愿意跟你们互动的，也很喜欢交你们这个朋友，也很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延续下去。可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未来，两人之间关系上的承诺，两人之间关系中的走向是不是一样，是不是相同，却看起来是不同的，是不一定都想要这么想的。因为以你们验证牌的话，抽到的是钱币侍者跟圣杯三，还有水之山圣杯三，然后再来就是死神牌。所以应该在这一阵子的话，你们可能会得到对方所给予你们在关系之中的明确的方向，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接下来他希望要怎么走的想法。对，应该是最近对方还是会想要多关心一下你们的态度，还有关心一下你们现在是怎么去认知这段关系。可能最近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对方的态度，跟对方跟你聊天的内容，因为在他心里面会觉得你们这个人可能会也没有稍微蛮难搞的。心情好的时候非常好，心情糟的时候谁也听不进去，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对，需要看这个人他到底面对你们这段关系他是怎么想的。对，最近的话应该会有明确的答案出来啦。对啊，好，我们来为大家抽下一张。这边的话，我们再抽到的是死神，有没有很明确？刚刚就提到说，这段关系可能接下来的话就会有一个，对方可能会去做一个决定出来，或者说对方可能会想让你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去想着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所以如果说真的你们一直以来对于说这个人你们所相处的方式是有一点想要去情绪勒索对方，或者说可能想要去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跟方式来去影响，应该说来去推动着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不得不说，本身这段关系如果说我们真想去推动的话，可能你们真的用错方式跟方法了。用各种方式来去吸引到对方的注意力，而不是打从心底想要去让这段关系顺其自然的话，就会是这段关系里面一个最致命的败点。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对他来讲，你们这个人的话，本身对他来讲可能就会觉得跟你相处还蛮累的。对，因为不晓得说这段关系你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状态跟对方互动，或者说这段关系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对方相处，就会去影响到两人之间的这一段的缘分。对，好，那雅阳来给大家加码的讯息好了，因为会员的讯息就是说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跟讨厌你什么。对，那加码讯就说，如果说当你们情绪上面一直呈现出一种
希望被他关心关怀的那样的一个态度，或者说当他有嗅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好了，好，那这个的话呢，好，两人决定了，也用塔罗牌好了。好，差点牌卡又要飞出去。好，洋洋接住它了。好，那要来给大家抽选择好了，2张牌。好，那边有2张牌，那就请大家静下心来选择你们最有感觉的一组。请问，当你们情绪比较令人难以捉摸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好，那看来大家应该都选择好了，那我们就从左边开始好了。钱币皇后，那钱币皇后代表说，其实他会觉得你们应该是为了工作忙碌，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生活，你们为了自己的未来这么的上心，或者是说这么的痛苦跟挣扎，所以他其实心里面是真的对于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应该说对你这个人啦，他觉得有点心疼，因为他觉得你为了你自己的未来这么的努力。对，那如果说真的是指关系中的一个态度的话，他会比较希望说这段关系不要因为任何的原因而去失去了你这个人，所以他蛮希望说这段关系是能够真的延续下去，这段关系是不要那么轻易的就这样子被放开了，或者是说就这样子结束掉了。好，来看一下右边的牌。右边牌呢是圣杯8，那圣杯8代表说，如果你们真的决定要离开的话，说当你们真的觉得心情里面很郁闷，让他有点猜透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你们的时候，他觉得这段关系就算了吧，他觉得你们想怎样就怎样，或者是说他觉得你们心情好的时候就会自己来找他了，他就不太会去想要干涉你们，他也不会想要去关心你们，他也觉得算了，你们要怎么做就看你们吧，他就也不会真的想要去为了你们多做点什么，就默默静静的等待着你们主动来找他，或者说等待你们自己心情好了之后，那么他就会再看看要如何跟你们之间相处下去。好，那这样的话呢，是以上选到这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有帮助，或者是说让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占卜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